宝刚走到通道门口，道门就关上了。一脸迷惑的瑞宝翻着白眼就坐下了，心想宋三岁又整什么幺蛾子？瑞宝扭头看向宋三岁的通道门，瑞宝都猜到了下一秒宋三岁就会出来。宋三岁刚出门，瑞宝就扑向了宋三岁，给齐来了两巴掌，都没给宋三岁解释的机会，只顾埋头逃窜。宋三岁手里的胡萝卜都快跑掉了，无奈宋三岁围着园区跑了一圈，又跑回自己的通道门里。此时树上的辉宝都看傻了，心想这俩人又在表演什么节目呢？眼看瑞宝此时正在气头上，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解释，宋三岁只好给通道门打开，让瑞宝先回去了。而刚才爱宝在回家时，瑞宝还挨了顿揍，原因是瑞宝一直在妈妈前面拦着，不让妈妈走。爱宝看到奶爸都出门叫自己了，瑞宝还在拦着自己，只能一巴掌给瑞宝拍下了坡，这才给自己争取到了回家的机会。宋三岁之所以给瑞宝留在室外，原本是想给瑞宝投喂胡萝卜的，哪知瑞宝根本没有给宋三岁解释的机会，这一下全便宜辉宝了。永宽来到辉宝身边，给小亭子周围插满了竹子，然后又投喂了2块胡萝卜。永宽喂完胡萝卜，比吃到胡萝卜的辉宝还要开心，直接展翅飞了回去。永宽又被人说是在作秀，但对于瑞宝辉宝而言，永宽手里的这个手机支架好像很好玩。永宽拿着手机支架360度的旋转，这摄影技术和运镜手法想必是给瑞宝全身上下都拍了个仔细。开始瑞宝辉宝以为永宽这是又拿胡萝卜来钓熊了呢，瑞宝看到后立马就上去撵，但等凑近后仔细一看才发现，原来上面固定的并不是小苹果，而是永宽的那块板砖。瑞宝失望的离开，转身走向永宽的员工门口。瑞宝是在提醒永宽回去拿小苹果，而永宽想的则是给门锁上。瑞宝辉宝开门进去搞破坏的样子，永宽至今历历在目。永宽锁上门，转头让瑞宝辉宝继续跟自己玩。永宽拿着手机在园区四处跑跳，永宽怕是故意的，想让瑞宝辉宝跟他们的老爹一样，把他的手机拍坏掉，然后让财阀再给他换块新的，自己的这块已经用太久了。而爱宝此时则喊永宽别玩了，该给自己开门了。不过一会儿爱宝回来后就又后悔了，爱宝一回来姐妹俩就凑了上来吃奶，爱宝心想还不如不来呢。瑞宝辉宝凑在妈妈身边整整吃了10分钟，依依这次排队全看姐妹俩的沉浸式吃播了。爱宝笔直的坐了10分钟后坐得腰酸背痛，爱宝侧身躺了下来，而且并没有阻止瑞宝辉宝继续吃，而是忍着难受继续喂瑞宝辉宝。江爷爷夸爱宝是大熊猫界最伟大的妈妈，都是有理有据的。因为圣西姨母来到园区给姐妹俩送胡萝卜，瑞宝注意到姨母身后有陌生人，立马警觉了起来。辉宝这里紧张的指数都爬到一半了，看到是姨母自己，这才稍稍放下心来。直到姨母将胡萝卜递给了辉宝，辉宝才将防备完全卸了下来。不过这时另外一个姨母突然扛着竹子走了进来，辉宝的戒备立马又启动了，3两下就爬到了树上。辉宝的警觉未尝不是好事儿，这样谁也欺负不了辉宝，到哪儿也不会挨欺负。而瑞宝这里则是熟知不会有人伤害自己，所以便没有害怕。姨母为了哄辉宝，又给辉宝递了一块胡萝卜，但辉宝短时间不仅就下去了，辉宝在树上才能恢复自己的安全感。而瑞宝这里跟姨母玩的是越来越甜蜜，任凭姨母怎么抚摸自己，瑞宝都不抵触。而这就不得不提一下上午瑞宝大吼爷爷了，这瑞宝现在就听姨母的了，连爷爷都不给摸了。爷爷让瑞宝做好面对着姨姨们吃胡萝卜，瑞宝以为爷爷是不让自己吃胡萝卜呢，对着爷爷就吼了一嗓子。这一下将爷爷回去又要思念他的白月光福宝了。福宝小时候无论在干什么，爷爷过来都可以随便摸，而且都会主动做好面对这姨姨们吃东西。不过好在是江爷爷比较理智，瑞宝这样带有一些野性反而是好事儿，这要是老宋头都得当场碎一地。回去抱着福宝的照片就得开哭，同时一边讲述自己今天对瑞宝好了。爱宝望着此时白雪飘落的景色一动不动，爱宝似乎是在想着什么。瑞宝看到妈妈这个样子，凑上前询问妈妈怎么了，或许爱宝正在思念福宝吧，而这也让画面一下显得伤感起来。瑞宝辉宝在爱宝身边转来转去跑来跑去，但爱宝却始终没有其他的动作，只是看雪。爱宝看了太久，瑞宝这用手扒拉妈妈脸的样子，像是在让妈妈别看了，脖子会酸掉的。这已经不知道是韩国的第几场雪了，或许爱宝在想，此时福宝那里应该也下雪了吧，毕竟福宝小时候最喜欢玩雪了。就像瑞宝辉宝这样，福宝那被雪包裹时兴奋的样子，到现在依旧是展现大熊猫开心的经典画面。还有雪月大福宝越兴奋的样子，
抱着大树3、2下就爬到了最高处。福宝是想查看一下这雪是从哪里来的，近距离感受雪带来的奇妙感觉。不过当时给爷爷吓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这也是福宝爬树爬得最高的一次。아유, 야, 봐봐, 너무 불안해 보이는데. 아이고, 할아버지 심장 녹겠다, 녹겠어. 而爱宝这一边吃竹子一边仰头的模样，就是在思念福宝吧。瑞宝抬头看向妈妈看的天空，仿佛是在跟妈妈一起找寻福宝姐姐在哪儿呢？福宝姐姐来了吗？福宝姐姐。根据永宽的表示，瑞宝辉宝现在每天的青团产量已经达到5至6千克了，这是2人一起的总量。因为瑞宝辉宝生活在一起，无法清晰的区分出每一个青团具体是谁产的，而这个青团的产量对瑞宝辉宝这个年纪来说属于正常消化范围。之后有一提问到瑞宝辉宝什么时候独立的问题，这个问题不论是永宽还是江爷爷已经被问了不下数次了。永宽表示，瑞宝辉宝其实已经可以进入独立的范围了，但瑞宝辉宝现在跟妈妈在一起过得很好，彼此之间没有表现出抵触或争夺地盘的现象。而对于瑞宝辉宝，尽可能让他们和妈妈生活的久一点，这有助于他们积累经验。另外还有依依很关心乐宝和爱宝身体的状况，永宽表示他们都非常健康。这个问题兽医每天都在确认，但因为是冬季，他们不是每天都吃得好睡得好。野生动物他们都会在冬天为春天的行动做准备，尤其是乐宝正处于血气旺盛的状态，最近四处采食的行为广而告之。不过专家看过了，乐宝这是在做他该做的事情，爱宝也在好好照顾双胞胎。姨姨们问的所有问题，永宽都非常清晰的对其进行了回复，每一件事情都交代的清清楚楚。宝最近继承了妈妈爸爸的一个好习惯，那就是下班时会将青团产在室外，不会将青团带回家。瑞宝产完青团独自坐在草丛里的这个小背影，仿佛是在看着自己青团感叹自己刚干了一个大事。今天是姨母值班，姐妹俩向来最给姨母面子，因为姨母给的小零食是最多的。姐妹俩一看到姨母来了，就立马排排坐好，就连姨母收拾竹子时，姐妹俩都要探头看着。而老宋头来，姐妹俩则是丝毫不在意，因为老宋头来园区多数都是空着手来，让自己白跟他玩，所以姐妹俩看到是老宋头后，就会继续干自己的事儿。一会儿圣熙姨母收拾完竹子，临走时还宠溺地抚摸了一下瑞宝辉宝。等晚上下班时，也是姨母来接的，姐妹俩也都很给姨母面子。今天下班时，还是爱宝最先想回家的。爱宝的下班流程就是先到通道门口看一眼，看到门没开，就来到奶爸的员工门口喊奶爸。而这时瑞宝走去了草丛里，前去产青团，辉宝还在小树上呼呼大睡。一会儿，爱宝看到通道门开了，先回了家。瑞宝这里又在小树上整起了活。这时姨母走出门，开始进行收娃工作。姨母先是给姐妹俩喂了块小零食，然后开始让姐妹俩下树。这时刚才一直睡觉的辉宝先从树上下来了，辉宝下来了后又吃到了一块小苹果。瑞宝眼看不能让妹妹给小苹果都吃掉，自己也赶紧下来。由于瑞宝下树太着急，倒挂在了树上，差点从树上掉下去。姨母看到后立马过去帮忙，姐妹俩在姨母这儿真是被照顾的细致入微。而辉宝看到姨母离开自己去找姐姐了，还吃醋了，在后面咬着姨母的衣服让姨母回来。姐妹俩这又突然争抢上了姨母，不过最后姐妹俩都跟着姨母乖乖回家了。